欢迎您继续回来。这个阶段我们来看的就是川普，他已经要进行亚洲行了。因为在第二任期他的第一次亚洲行，这次呢要飞到马来西亚，还有包括日本，最后到南韩去参加 APEC。美东时间24号，川普是在晚上11点出发。在北京时间的10月30号，因为这两天也听到白宫发言人说啊，30号这一天呢就会来个元首会啊，这个川习会会登场，但是到底会不会碰面？目前中方这边呢还是三缄其口。好，综合澎湃新闻这些陆媒的报道哈，大陆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呢也被问到了，说 APEC 期间呢，中美两国的元首哈，两位老大要不要见面啊？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并没有直接回应，只表示说呢，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会晤保持着密切沟通，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会及时发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在 APEC 这段期间，川普访问亚洲的这一段时间啊，10月31号是什么日子呢？是万圣节啊！我就想到万圣节一句口号，就是 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所以中美双方现在逻辑都是如此吗？一直压着按兵不动啊！中方尤其说我们还没确定哦，这个部分怎么看，大使？我想基本上现在应该就是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在马来西亚的谈判啊，他们先谈，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不过就郭家坤啊，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的讲法已经有微妙的变化了。他之前会说这个问题我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提供，可是问题就是说这一次的表示哈，就里面就有玄机了。他直接对这个问题答，他说中美两国就中美双方两国元首会晤啊，保持密切沟通，是双方正在沟通这件事情，沟通到最后一刻。他连就说他之前连有在沟通他都不提，对，他现在承认有沟通。他说如果有进一步消息，中方将及时发布。这我们来解读，就是说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谈判，在安排当中。那如果有进一步消息，我就让你知道；也可能没有进一步消息，就是黄掉了。所以呢，这一次我觉得大陆吊这个川普的胃口啊，真的吊足川普胃口。川普24号，也就是今天，应该是他已经上飞机了吧？应该差不多。对，上飞机这个之前的话，他还不晓得见不见得到习近平，所以就变成就有点像让我想起来以前陈水扁啊，那上飞机以后啊，然后那个记者问说，报告我们要飞到哪里？下一站在哪里？结果大家都不知道，那个时候就记者就说这叫盲流，这是一个。那川普这个上飞机很符合川普的风格，他就喜欢唬来唬去装神弄鬼的。这次他自己饱尝这个这次我觉得他自己真的冒了一个大险。如果说习近平不见他的话，他的国际声誉就是太没面子了，在美国他也的声誉就垮掉了。对，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卡在几个关键问题中国大陆要美方答应的部分美方还没点头。你觉得哪个问题？我觉得很多问题第一个就变成就是说你那个谈好的事情不要事后再继续来怎么样改变，出尔反尔。然后你那个100%的关税的话，你不要提了，关税就是照9月14、9月15上一次何立峰跟这个贝森特谈的，是维持原状那你要中国大陆买这些黄豆然后这个中国大陆在稀土的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大陆顶多在黄豆上面对美国有一点怎么讲呢？正面的回应。那外传就是说有关台湾问题要美方表态这一点，我觉得倒是很有可能，因为现在美国不管是我们前一阵子兰德公司也好，还有最近这个Times 杂志也好，都对台湾问题提出了很突破性的看法。没错。这些我认为都是一种迹象了。兰德讲得很清楚就是美国要支持，要站在中国大陆这边用渐进方式来统一。对，大使，您提到台湾问题我进一步请教吴越老师因为这个北京据传说呢，在华府就要求华府在声明当中，接下来呢，川习会呢，他们要加入反对台独的这个内容这也被认为说是这次谈判的核心诉求之一。当然，川普呢。他有一个最新的对外表示，在上飞机前，他也被媒体问到了。他说他会跟习近平谈到台湾，可是他的语带这个保留的是说呢，他说我很尊重台湾，
就真的是说的模棱两可哈，尊重台湾跟到时候怎么谈台湾议题。所以魏老师，您觉得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的一件事情，就是未来的声明，一个是反对台独，一个是向来的不支持台独啊，这一次会摊牌吗？我想会不会摊牌，取决于双方的互动嘛。那台湾问题应该算是美中关系当中最关键、最敏感、最核心的议题。对。所谓关键、敏感、核心，就是美中不会因为科技、贸易、新疆、香港问题的误判而开战。美中很有可能因为台湾问题误判而开战。可是台湾问题在当前的美中关系里面，并不是最优先、最迫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部分，它的重要性、敏感性跟它的迫切性，要做适度的区隔。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来讲话，那中方一定会表达他对于希望美方能够把传统的不支持台独更进一步的能够强调所谓反对台独嘛。那当然言语诉求，中方会有这种诉求是可以理解，甚至也一定会要求美方也要支持中国的统一嘛。但是中方更关注的一定是什么？重点不是你怎么讲的问题。重点你是怎么来落实、怎么做的问题。因此，未来的美台关系是怎么样来推展？怎么样的美台关系在美中关系这个太平洋大两岸当中不会有误判，不会有所谓分歧，不会产生一些所谓意外，这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所以，我们如果很客观的讲，如果美中关系就台湾问题怎么样来避免误判？怎么防范意外？怎么能够有效管控这个分歧？如果要达成这一个部分，显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如果想在美中之间针对台湾的一些包括重大的议题，想要获得的成果跟进展，我短期内看不出双方有这种可能。但是在您刚刚提到，就是不支持台独跟反对台独啊，光是这个改变上面，可能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一方面，正是因为他是川普总统，所以有可能做这种交易；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他是川普总统。所以有时候讲话也未必完全可信的。了解，所以这个交易的逻辑哈，因为川普不是有一本交易的艺术嘛，这个背后交易的逻辑，而且他特别强调是大交易啊，而且还特别在行前呢，透过白宫不是说了吗？希望有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对话哈。所以上这个您怎么看？因为风传媒整理报道说，这一趟亚洲行啊，被白宫是视为是重塑川普第二任期国际秩序的重要节点。因为这次也看到了 Bason 也随行出访啊，在马来西亚先跟何立峰来会晤，为贸易的谈判来铺路。而根据行程呢，川普是先在马来西亚跟马来西亚总理会面，然后再到东京跟刚当选的这个高市早苗首相来见面，最后是到了南韩跟李在明讨论汽车关税。但是关键点还是在于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见面啊。没错，其实现在这么样的定义高格调说，川普此行会把他的印太新秩序建立好，是什么新秩序？是这样吗？首先，我们现在来看，长久以来，美国包括在川普前的印太新秩序，印太的这个秩序怎么建立的？首先，最核心是军事力量，特别是在日韩、菲律宾这种包括台湾的这个部分的低岛链的这个部分结盟。第二个，还是在传统在美元美债的所谓的金融经济的框架，全世界流动，而且这里头包括货币的汇率的施压等等，这是它的第二个武器。第三个就是比较新的关税战，在川普在的这其中哈，然后其他的部分，无论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区域组织的加盟啊等等，这都是政治手段，基本上很少美国给钱，都是给一些 speech 而已。当然，我认为这一次我有看到还是最新厉害的，就是稳定币。我觉得稳定币的部分是过去从来没有，是川普就任之后，而且现在看起来确实一个大杀招，是配合美元美债多了一个稳定币。特别现在在东欧还有亚洲地区当中，为了要回避正式汇率当中大幅度的金钱，各国的货币流向稳定币，甚至开始解决美债。所以中国大陆为什么马上终止了包括原来香港严厉的这个稳定币的条例，而且也终止了包括阿里巴巴跟腾讯本来在下个礼拜就即将要发行稳定币的计划全部停，因为发现这可能是美国现在很新的亚太新秩序的金融战略手段。所以现在我们看，那能不能形成新的呢？在这个框架上，我们看了半天，好像也没那么容易。不是川普去损残罪走一走之后，谈一谈签就完成了。因为最大的问题，我们知道新秩序，所谓秩序就是要有 sequence， 有个顺序。以我讲中国大陆来这次15比例来说，过去中国大陆它其实是一个所谓的制造大国，15我们看到它要变成科技强国。以前是世界工厂，15之后要变成全球的产业链的链主。
这个就是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所谓的新秩序的轮廓，目标清楚，顺序清楚。对。可是，在美国，我们刚刚讲，虽然军事这些，可是你说谁是破坏这个秩序跟 sequence 的人呢？就是川普嘛，他是调来调去，调来调去，改来改去。所以你真正要完成一个秩序，你首先川普的思路就要有秩序，否则底下的爪牙们也很难推动。军事推动了，又突然被你刹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包括现在的很多人士有很多的部分说法，单最重要，亚太新秩序的关键，共众所接任是台湾，特别两岸的敏感，台湾会是川普亚太新秩序的核心点。然后刚刚武常老师所提到，吴岳老师所提到的这个冲突点吗？破界点吗？跟中最后是一切的支点吗？看起来不见得哦。所以这里头看起来，我觉得此行的亚太新秩序还是海市蜃楼，还要努力。就是亚太新秩序哈，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对于美国来讲，简单逻辑就是在全球称霸，包括连印太、亚太地区都要称霸，当霸主。但是呢，会不会像以前一样，还是一样永远当老大？可能吗？马上回来。2025全球局势必须关注，中美赛局牵动地缘风险，连带影响台海两岸未来。寰宇全世界，关心全世界，权威分析，专业观察，客观立场。每周6日，请您准时锁定，一同关心全球大事的瞬息万变。好，回到寰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看呢、大家现在都在关注的是 APEC 的川习会啊。这次呢，虽然川普在行前说首要跟中国大陆谈的就是芬太尼的问题啊，但是你说稀土谈不谈呢？大豆谈不谈呢？当然也可能会谈呐、这大陆商务部呢，已经对全球发出的这个稀土出口管制公告第61号的第6条就规定，境外特定出口经营者申请两用物资，也就是民用跟军用，那当然多半都指的是稀土啊。这个出口许可的有关文件都要以中文为准。现在不但是要学汉学，还要学中文啊，因为呢，申请表格你必须用中文填写，否则不过关。好，那么最近呢也看到了，川普和澳洲总理 Venice 呢，在20号正式签署了稀土与关键矿产的合作协议啊，计划的总额高达85亿美元，大概是新台币2600亿左右。川普也表示呢，美国希望并且正在积极建造一条不依赖中国大陆的供应链，而且他也预告，他说1年后，美国的稀土和关键矿产将会多到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听听他的话，真的是很夸张哈。来，我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川普一定要这么说。这个是2024年全球稀土量跟冶炼能力的对比啊，你可以发现呢，在2024年产量全球占比啊，中国大陆的稀土全球占比是70%，美国12%，那澳洲呢，就刚刚提到的啊，跟美国来签署协议的，这全球是3.4%，加起来也差不多是15%而已，跟中国大陆的70%还是差很远的。另外就是缅甸了。好，另外呢就是半导体啊，因为我们常讲说稀土其实在半导体方面非常重要，在整个供应链你也可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占比呢，大概都是超过了50%，甚至是6-7成以上。好，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来晶片制程。当中稀土应用的流程啊，包括矽晶片，包括前工程、后工程啊，这相关的工序哈，其实跟稀土的冶炼过程很有关系。现在看到了说，美国找了澳洲来合作，但是稀土的关键在于精炼造成的环保问题，这个部分我想问的是，澳洲会帮忙解决吗？这个问题是澳洲有能力解决吗？想也不一定有能力。其实刚刚在何荣我们看到这些资料里头还蛮重要的，不只是这个比例，其实还包括了刚刚讲这里头非常非常关键，对于军用，对于包括半导体非常关键的重稀土的提炼，因为非常非常难。因为它的提炼是包括它跟氧化跟这些矿物结合在一起，因为它是副金属，也往往会跟主金属。我们比如说先前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稀土材料，它是要在提炼铝的过程里头顺道提炼出来，所以它其实很复杂。川普会讲这话，就表明他真的不太懂稀土，或他装也可能装。对于稀土产业的这个技术的难度是如何的难？如果这么容易，其实美国是现在才知道稀土的问题吗？
不知道已经很久了，拜登时代就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攻破，而且美国政府过去也不愿意自己拿钱来投资，是叫大家来投资。但是现在终于啦，还是有点突破。美国国防部已经正式的出钱投资了 Material AP， 是现在来讲是美国最大的这个稀土有提炼能力的，但是还没有到能够提炼重稀土。包括不只是刚刚澳洲，我自己比较关注的是现在他就紧盯着巴基斯坦的合作，因为巴基斯坦也提炼稀土，据说目前除了中国之外，拥有中国可能有最好的技术提炼能力的部分就是巴基斯坦。所以这是美国为什么把印度踢到一边，很大的原因其实是为了稀土啊。所以在这个描述过程里头，我觉得它的最大关键还是要看现在中美对于稀土战这件事情不太一样。以美国来说，它什么都要，对他来说，它的产业里头科技也要，军事也要，而且它的军工全部被卡住。但是中国现在在所谓，我想我们看到它的宣布里头，民用跟军用是泾渭分明的。乃至这稀土禁令出来之后呢，商务部很快就发缓和说，民用或商用的部分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它有些缓和，可是军用它咬得很死。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对于军用、民用是两个不同的圈圈交集起来的。比如说，川普要的，美国政府要的是全部都包括。可是中国来讲，军用是切开的。也就是这次包括川习会见面当中，美国要的稀土跟中国会给让的稀土，难道都依照美国？我认为不可能。对，而且我们要知道，在稀土政策这件事情当中，中国不是准备你这次美国骂我才准备好，中国已经准备了多长？我认为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包括研究如何对抗美国战略。所以在这出来的部分是对全世界震惊四座的，真的是定海神针和孙悟空的那一根。所以现在丢出来之后，也影响到整个欧盟，包括这是安氏半导体的部分，会触动有关于包括对荷兰的这里头就是稀土。也就是说，这点不只是美国哟。中国大陆现在拿出来，除了美国，还有包括欧洲针对性的荷兰，以及会不会影响整个欧盟对于半导体结合起来，跟中国大陆造成制裁？美国制裁，欧盟制裁跟半导体，那中国有准备好用稀土这件事跟全世界为敌吗？对，我觉得这里后面还有很多战略思考，也会影响到美国的思考。相较之下，美国的需要其实是比较单纯、比较直接的，就给我。可是中国在用稀土政策后面的调整当中，你说只是迁就川习会这么表层的东西吗？没有，更深入、更层次，包括欧盟全部的策略。我甚至认为中国大陆都已经思考准备好了。对，因为稀土本身是一个根源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讲说美中的科技争霸，其实关键材料，尤其是稀土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当然，这个除了稀土以外呢，会不会谈大豆？一定也会谈啊。最近也看到说，南华早报也报道说，美国的一个航运公司啊 ，Mason， 那他们的一艘这个货轮呢，叫曼努凯号，13号抵达了大陆宁波，在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当天就进行卸货，结果就被收取了446万人民币的费用这个大概是62万7千，将近8000的美元啊。那么业内普遍认为呢，这是中方特别港务费生效之后第一个被处罚的案例。而《纽约时报》中文网则报道说呢，目前有将近700种的美国药品至少使用一种只在中国大陆生产的化学原料。那最新的数据在中方这边海关总署也公布了，今年9月份呢，中国大陆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从去年同期170万吨，现在完全归零。9月份大豆进口总量是攀升到1287万吨现在呢，不跟美国买，那跟谁买呢？包括像是南美洲的巴西跟阿根廷都成为中国大豆的新采购来源。所以接下来大家看的是，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包括药品所以大豆之后，现在包括像药品跟化学材料会不会成为另外一个新的战场？吴岳老师，您的观察？我想像美中如果双方谈不定，当然从稀土到农产品，到有关于化学的我们所讲的原物料这个部分，都一定会成为重点。稀土其实开采并不难，稀土的关键在于说它的精炼是比较困难的。那这90%的精炼都是由在中国大陆来精炼，就算其他国家开采，你也必须要送到中国。澳洲也是精炼一样。那第二个，现在中国在很多的做法上也在学美国，就长臂的管辖权。所以你看它稀土，重点不是中文的问题。重点在于说，凡是不仅是境内管辖，境外稀土出口到外国，你有使用到一定比例的所谓中国的这样一个所谓出口的稀土跟技术，中国通通纳管，所以它也在进行所谓长臂管辖权的问题嘛，所以大家都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之间的博弈嘛。
大豆的问题，我觉得说应该是只要美中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好解决的。因为去年来讲的话，美国出口到中国到大豆占美国出口还有51%左右嘛，那现在降到0嘛。所以说，只要美中能够谈定，我相信大豆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只是因为大豆本身的生产的地方都是川普的主要的所谓选区，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双方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谈判的要点嘛。那当然，你刚才所讲的，川普想做几个什么？第一个，他想做半导体嘛；第二个，他想做晶片嘛；第三个，他想做 AI。这3个大概还有军工企业，这4个大概都是跟稀土精炼有关。那第二个，川普一定想做什么？想做汽车嘛，想做制造业这个部分嘛，想做所谓造船嘛，这个部分也跟稀土有相关。那第三个，川普想做什么？川普一定想做有关于医药这个部分嘛。是。那医药这个部分当然原物料会有相关嘛。所以美中这个部分，它的所谓全面性的这样一个博弈，它目前为止仍然还在博弈持续当中。双方都是累积实力，而且双方都已经去运用到长臂管辖的部分了。那双方也大概都知道说，这个东西都是主轴。但是不破是底线，因为一旦破的话，对双方的承受度、冲击度非常大。中方现在就是如法炮制啊，美国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那打大豆的，因为大豆跟民生相关哦，你知道大豆这个所使用的相关的一些衍生性的产品非常的多哈，而且呢，讲到民生呢，10月底啊，因为美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节，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万圣节哈，现在你知道吗？一顶变装帽子呢，这个要价是30美元，大约台币是1000块钱哦。天哪，很难想象哈。那美国90%的万圣节商品呢，都含有中国大陆制造的零件。有一家这个万圣节用品的公司老板就表示说呢，大部分的儿童服装价格有可能会上涨3到4美元，成人的这个大人的服装哈上涨5到8美元。另外，在北卡，那这是全美家具之乡啊，北卡罗来纳州一家这个家具厂的执行长也说，这个产业的利润呢，通常都只有4%到5%，但是他们已经连续5-6个月吸收全球关税的1半成本，现在没有什么利润空间了。所以呢，最终这些成本，抱歉，还是得转嫁给消费者。好，现在看到了，川普发动的全球关税战开始出现的效应，已经逐渐深入到是美国民间啊。可是单靠他现在要补贴啦，关税的收入 cover 得了吗？大师？应该是没有办法 cover 啊。那个基本上关税都是转嫁到消费者的，哎，就是说这些进口商啊或中间商，他只会消化一部分，他没有办法全部消化，而且可能就一段时期。对，有人算过，大概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80%，基本上都是由消费者来转嫁。那事实上你算一下，现在美国大概给他的进口东西平均的进口的关税大概加到20%到25%了，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说，这25%我们就算一个8折好了哈。如果是20的话，那16%。所以美国的这个各种物品它可能要增加16%，那最后由消费者负担。那现在问题就变成，他如果把中国大陆的这次没谈好，中国大陆所有物品变成100%的话，那基本上的话，很多货品会缺货。而不是说这个会涨价的问题啊，这个根本就不会进行交易了。那问题就变，我们现在是讲这个 Halloween 嘛，10月31号，接下来就是 Christmas 啊，10月25。那再加上10月25长假以后的 Back to School 哈，它都是一个采购的一个采买的一个高峰。那如果说这一次没有谈好的话，中国大陆对美国进行全面断供的话，那美国的整个的那个消费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震荡。这个政治效果的话，这个川普。